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法老，欢迎来到我的塔罗占卜频道。那么今天我为大家开箱一幅光与影塔罗牌。那这一幅塔罗牌呢，跟其他塔罗牌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就是它其实是一盒2套卡牌它是光卡是一套，影卡也是一套。那它其实是主要是说以2种不同的角度跟方式去看待事情啊。光的话呢，就是更外在、更理性一些；那影的那一部分呢，就是更感性、更内在一些。那我们现在就来拆开看看它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吧。好，我们现在就来打开看一眼。好，一开始呢，就是有一本说明书啊，它这个说明书。它就是会有光牌的解读跟影牌的解读，它里面说明书也都是彩色的这个印刷，还是蛮漂亮的。它每一张卡牌都有彩色印刷，不同的解读方法。还有一些牌阵，还是很详细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这一个卡。它是这样子的2套卡牌，它的这个厚度还是做的很不错哦。它是这种牌面是这种光面的。好，这套是我们的牌面牌背都是一样的哦，放在旁边。好。好，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啊。我觉得这一套牌面这种设计思路还是蛮惊奇的。虽然它已经不是新出来的卡牌，但是我看到的时候，我还是毫不犹豫的就把它买下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第一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画面上，它并不是说一模一样的2张卡面，只是说它的方向或者是说它的色彩进行了改变。它其实是有很多设计的细节在里面。我觉得还是可以好好的去。我这样看是不是有点反光啊？我还是放着看比较好，就不拿起来了啊。那比如说像第一张我们愚人牌像左边光这一面呢，那这个人他这边右上角是太阳，右边影这张牌就是月亮，然后小鸟这边是海鸥小鸟，右边就是代表夜晚的蝙蝠啊，然后这边应该是太阳花。这边这个花好像是有点像那种食人花，那种就是张大嘴巴喳喳喳那种有尖利的牙齿的那种花啊。左边呢是这种代表的小天使一样的这种小动物，我看不太清楚它到底是小狗还是小狐狸。右边这个就是有一点像小恶魔那种的尾巴，还是有一些设计的，就是巧思在里面哦，我觉得。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牌，我把它这样合过来吧。它这个再看一下它这个牌面，这个牌面也是正反是一样的先放在旁边。好，我们看一下第2张牌，魔术师。对，它像这边有很多不一样的细节在这里吼，它这边拿着宝瓶，然后上面腾上去的是那种像云朵一般的烟雾啊，这边就是有点像烟吼，像烟一样的东西，更多代表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看待事物的不同方法也好，还是说其实我挺想拿这一副牌做一期什么内容呢？就是别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还有是我们自己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我想要做一期这样子的一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就是看一下，其实你内心是怎么看待你自己，跟别人外在是怎么看待你的这是我第一个有想法的一个话题哦。就是看到这一组卡牌，这个是我们的女祭司。好，
左边是非常端庄的啊，右边这边多了一个小生物哈，有点像海马，但是我又不是很确定它是不是海马。他手上拿的书都是不一样的。这边衣服上花纹是一把钥匙，然后左边呢是一个锁哦，还多一个羽毛比右边。它其实还是有很多设计感的东西在里面的。衣服的花纹是差不多的花纹，很有趣哦。女皇牌的话呢，我看到的是它的头饰是不一样的。这边影的头饰是树哦，左边的更多的是像一个鸟类的这样子的一个花纹在。然后这边的手上拿着的，就是有一个像一枝花，然后有一个像鸟巢一样的东西。这右边是一个食人花吧？是一个食人花啊。好，这个是我们的皇帝牌。皇帝牌这边有一个倒下的像酒杯一样，地上好像是有一些液体哦。这边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可能代表的就是说它有点太过于醉醺醺的那种。我这边看到的好像是一个剑柄，然后这里是一把这个有点像弯掉的宝剑。依然是有很多细节在这边，相当的有趣。我在这边就不一一的为大家看了哦。那我们可以速度稍微快一点，大家欣赏一下牌面，好吧？两个不一样的，我稍微把镜头放的大一点，可能能够看得清楚一些。放的稍微大一点，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得对这个牌面看得更清楚。应该不反光吧？好，大家自己看哦。战车。正义。命运之轮。其实之前也看到过很多牌，就是它是正位跟逆位是给你画出来，然后当中有个分割线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种呢，我个人也不是太喜欢，因为我觉得事情都不会有那种太过于绝对啊，就是说你正面一定就是其乐融融，或者是怎么样，背面一定就是它的逆位一定是这种非常凶险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有不一样的多面性吧，就是不是只有黑或者白。然后这个卡呢，其实它也挺有趣的，它画的东西很多。像食人花那种小蝙蝠，它并不一定代表的就是不好的东西哦，它可能代表我们内心的敏感，或者是说一些内耗，伤害自己，对不对？死神牌，死神牌好像。就是说，左边的这个有很多，你看啊，像这个应该是国王或者是皇后，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个头颅，这边好像就没有把头颅画出来，更多的是地上的一些有点像植物啊，有点像微生物、蘑菇、菌菇那种。我们的节制牌。恶魔牌，恶魔牌第一眼看上去好像差别并不是特别大哦。高塔牌，我还挺好奇它这个影的高塔牌。你看它这张高塔牌，它就一个闪电，把这个楼就劈的有点粉碎。然后它这一张影的牌呢，高塔牌好像就没有倒下了。哦，它已经
它已经那些碎片就已经下来了，它就没有左边的那些那个塔上面的一些碎片哦，它已经下来了。让我想到就是有一些逆位的解读，就是说高塔牌的逆位就是最不好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这种感觉。我们星星牌，这两副牌的这个色彩都是单独看都已经就很漂亮，你放在一起看对比的话，我就觉得相当这个艺术家相当的有审美。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种画风，还有这种颜色、这种调色的感觉，就非常的自然。它这个颜色不是说特别亮丽，但是呢，又很抓人眼球这种。哇！审判牌大鸟，世界。有兴趣的小伙伴就是可以自己去买一下看看。我记得这个卡牌的话，好像应该是有买的吧，网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好好研究一下，我自己是觉得蛮推荐这一副的，因为它是一盒2套牌嘛，但是它价格好像就是1套牌的价格，所以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已经到了我们的宝剑，它每一张小阿尔卡纳的数字牌，它都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啊，都没有偷工减料的感觉。这个是方向不一样啊，1、2、3、4、5、6。每一个穿插的不一样，这个就是同一个方向，但是下面这个宝剑就是有点支离破碎，一点点到上面完整的。看这个就已经有一点碎掉在下面，但是上面的依然还不错。这个更强调的是一种交锋，更强调的是一种互相力量的一种交锋。然后虽然说它是交锋的状态，但是它其实并没有说，我感觉是一个交互哦，就是你来我往的那种交互交接。像这个，它往一个方向去的，我感觉是有一点点从外到里，有一点点就是从内心哦，不是从外到里，从里到外，有一种内心逐渐有一些碎裂的感觉。但是呢，它上面的剑还都是能够稳住的。其实仔细想想，很多东西还都是它很有设计的巧思在里面。这个侍从牌也超级可爱，这让我想到了那个以前有一个童话故事，然后那个女孩是没有心，然后她有她的一个小伙伴，就是这种铁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骑士牌，骑在马上的一个小矮人，感觉。皇后。这个皇后她就是手上拿着一把宝剑，这个皇后就是2把。大家有想到为什么说光的牌的国王跟皇后手上的宝剑是1把，然后影的国王和皇后的宝剑手上就是2把吗？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的感觉是啊，其实这个解释起来有好多种可能性哦。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手上有一把宝剑的话，我们那个方向是非常一致的。然后两把宝剑的话，就可能会扰乱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你手上有两把剑，我们说双刃剑，有可能就会伤害到自己，或者是说你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承载两把宝剑？可能或者说你想要的东西，你想掌握控的东西，是不是你能力一定就能够获得的呢？当然也有其他一种比较正面的一种解释，就是说，其实你看，如果别人看你的话，就是你只有一把宝剑，但是其实你内心力量足够强大，你内心的自我其实是有两把，也就是说，你比外在的人看到其实是更坚强的。所以就是看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牌非常妙的一个地方。好，我们到了我们的圣杯，这个圣杯的这个花纹还是蛮好看的，是一个巨大的圣杯。这个圣杯的光是在一个海面上，这个圣杯就在一个山上，山顶上。啊，我真的好喜欢它，很多细节的设计，很妙哦。圣杯2。圣杯3、4。我发现光的圣杯里面都没有水溢出来，然后影的都是，要么就是翻出来一点。啊，这个索性都是皇冠都要掉了，杯子都破碎掉了。啊，它的这个设计好漂亮。它是以一种像首尾相接，这个是龙吗？还是蛇？它是一种，看首尾相接。这个左边有点像西方的那种带翅膀的龙，刚才右边好像有点像我们更加中式一点的那种啊，它这个下面是小蛇替代了，圈小蛇。它的宫廷牌。哎，我真的很喜欢它这种设计，因为之前很多宫廷牌就是那种皇后牌都会特别端庄，然后身材就是特别好，就是几张女皇牌看上去都是女性哦，就除了她装扮不一样，其他的都差不多。但是我就很喜欢她这种，你看这个，就是有一种胖胖的，就是很可爱的那种不同的形象。这是新币女王，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皇后就是该有不一样皇后的那种，或者是国王那种人物的感觉啊，不是说只是装扮或者是穿着，还有她的背景换一换。我们权杖。权杖。
你看它的宫廷牌就是人物都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身材上、身材比例上面。你看这个权杖的帽子就特别特别高，是不是？最后是两面镜子，两面镜子。好，这个牌我们就欣赏到这里，我就不抽，不在现在抽大家的这个牌灵了哦，因为它有两副牌，我先不抽，我先留着。到时候我自己慢慢看一下，我看看决定是这个是大阿尔卡纳里面影跟我到时候把影牌的大阿尔卡纳和它的光牌的阿尔卡纳都分别的抽一下，或者是我把它混起来抽一个，那大家觉得怎么样抽比较好呢？因为其实它等于是一套卡牌，只是它有两个不一样的那个。那我自己可能更倾向于说，把它的光牌跟它的影牌的大牌混在一起，然后抽一张，然后看看它的牌灵到底是属于光队的还是属于影队的。好吗？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我就不当着大家的面抽了。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啦，拜拜。